朋友们，你知道失眠是如何找上你的吗？为什么每当晚上挨到枕头的时候，头脑里的思绪和声音就会开始高速运转起来呢？这期内容呢，还是讲给在睡眠上暂时不太顺利的朋友。如果看完以后，你能重新去看待睡眠这件事，并且按照我告诉你的这个简单的方法躺在床上去做，我相信从今往后，睡觉对你来说就不会再是问题。首先，我们来看看你是如何失眠的，或者说在失眠这件事上，你是如何被大脑反客为主的。一开始你在床上努力了很久也没睡着，可能是因为你白天思虑太重，加上你睡觉前躺在床上打游戏、看电影、聊天、胡思乱想等等，这些都让你的大脑一直处在活跃和兴奋的惯性当中，根本停不下来，于是逐渐地导致了你的失眠。结果呢，久而久之，你一躺在床上就开始担心自己会失眠，你越担心就会越焦虑，然后你就会越睡不着了。从此你一上床就变得心理压力特别大，你的床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成了你压力的源头了。其实那些被失眠纠缠了很久的人呢，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一想到睡觉就开始紧张，每天在躺下之前，自己早早的就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准备和失眠战斗的状态，这样一躺下战斗立马就开始了。要知道，真正让你失眠的呀，并不是你的思考，而是你为了让自己不失眠和思考进行的对抗和战斗。其实就和我们在练习冥想的时候一样，你越抗拒头脑中的想法，想法就会越加挥之不散，然后呢，你的身体就会开始越来越紧张，这样呢，你就无法让自己安静下来，因为你正在试图用头脑去控制你的想法和你的身体，那肯定是行不通的。所以你越是因为害怕失眠而去用你的头脑控制自己，想让自己不要再想了，想让自己放松下来，反而呢，你的身体会越来越紧张，你的情绪会越来越大，你的头脑反而会不停地想，这样你怎么可能睡得着呢？你看，本来应该是一个放松的地方，结果现在变成战场了。白天脑袋里边战斗了一天，晚上躺下以后还要继续战斗。只要有战斗，那就说明你还在头脑里面，因为你是在用念头战斗，不是吗？念头呢，又会产生情绪，只要还在念头和情绪里，那你就很难睡着，这就是失眠的本质。另外，我从来不会在定义或者标签之下去分析这些问题，所以我同样也不会在失眠症患者这个标签下去谈论如何自然顺利的入睡。还是那句话，如果认为自己有病，那就只能去看医生，去吃药，去治疗。如果是想通过实修，通过自己主动的调整和改变去解决这个问题，那首先你就不能让自己有这个患者的身份认同，因为治疗失眠和在睡眠这件事情上实修呢，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好，那我们现在就正式进入在睡眠上的实修。首先得先搞清楚一个问题，那就是你现在到底想不想放下一切进入睡眠状态？我觉得有很多人其实并没有搞清楚自己想不想。其实我并不认为睡觉前就不能躺在床上看手机、聊天、思考等等。只要你知道自己现在还没打算睡，那你当然可以在床上做这些事情。可是如果你现在决定真的要睡了，那你就要完完全全彻底的放下所有的一切。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是放下你的头脑和身体，这才是需要我们好好修炼的地方。这也是很多人没有做好的地方，因为他们只是放下了手机，关了灯，闭上了眼，但是并没有正式的放下头脑。这样就算是关了灯，
还是会再开启天马行空的胡思乱想模式。这其实是人的一个惯性，因为彻底放弃思考会让你觉得没有安全感。但是如果现在你躺下，闭上眼以后，你还能允许自己再继续思考一会儿，那请问你为什么要现在躺下呢？你就干脆不要躺下，先好好的思考，把该想的都想完了。什么时候确定闭上眼以后，就真的什么也不会再想了，一个念头也不需要了，真的要睡觉了。这个时候你再关灯躺下，闭眼睡觉。这个在睡前放下头脑的仪式感，虽然听起来很简单，也似乎有点多余，但是其实它非常重要。如果你还没有打算正式的放下头脑就直接去睡，那么你的潜意识会出于对放下头脑的不安，主动的展开各种思考，然后你接下来的睡觉就变成了在头脑里的战斗和对抗，一边不断的思绪纷飞，一边又强行压制，念头不停，情绪不断，身体就放松不了。你看，这就是睡不着的本质。其实根本原因还是你自己在睡觉之前并没有真正的准备好。我们要在睡觉前做好一件事儿，那就是准备好主动的放下。主动放下什么呢？放下你已经活跃了一整天的头脑。当你心甘情愿地彻底地放下头脑以后，你的身体很快就会跟着放松下来，随后你会很自然地进入睡眠。这样通过主动放下头脑，带着觉知自然睡着的方式，就是有觉知的睡眠。好，那睡觉的时候要怎样放下头脑，让身体放松下来呢？首先要知道，放下头脑不是压制头脑、战胜头脑。放下头脑的意思是完全的离开头脑，从头脑里面出来。所谓睡觉如小死，醒来如重生。你每一次的睡觉其实都是一次主动的彻底的放下，但是你白天一直都在抓取，在执着，这种惯性会让你在晚上不愿意放下。所以主动放下，这就是我们要在睡觉的时候去修炼的内容。而带着觉知睡觉，这是这个练习的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当然，可能有人就会说了，我也想放下头脑，可是我办不到啊。我想说的是，你之所以办不到，是因为你认同于大脑就是你自己了。大脑只要觉得不该睡，没进入待机状态，你就觉得是你自己失眠了。其实这是你在无形之中放弃了做你大脑主人的权利。我在前面的视频都讲过，大脑应该只是我们的一个很好用的工具，它并不是我们自己本身。你要是能做到随时都可以跳出来看它、观察它，告诉它别造次，主人在这儿呢，这样你才有可能控制它，而不是反过来让它控制你。但是很可惜，你做不到和它剥离，所以你一直都觉得这个正在思考的大脑就是你自己。那你不就像断线的风筝一样，随着你脑子里的念头飘来荡去，停不下来吗？我问你这样的一个问题，你除了会失去睡眠以外，难道你就没有失去你白天的工作、生活和学习吗？你失去的其实不仅仅是你的睡眠，而是你最宝贵的专注力。好，我们回到失眠这个问题上来。如果现在你已经知道了睡眠的本质，那么从今天晚上开始，你就可以在睡觉时，通过接下来我告诉你的这个非常简单的练习，来帮助自己去主动放下头脑，进入深度的放松了。这个练习很简单，平缓的吸气，鼻吸鼻呼就好。关键是吸气时，你要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你脚底的涌泉穴，就好像你是正在通过脚底把气吸进去的一样，自然呼吸就好。如果你平时的自然呼吸是腹式呼吸，那你就采用顺腹式呼吸。吐气的时候呢，你就自然的放松。
不用去刻意的关注哪里和定手哪里。这个练习的重点是要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在脚底涌泉的吸气过程上。注意，在练习的过程中，你只要发现被任何的念头带走了，有任何的杂念升起了，不要去管它，没有关系，不要去评判这个念头。发现自己注意力跑了，再重新拉回到这个练习当中就好。对任何人来说，只要能持续地保持1到3分钟，全然地专注在这个练习当中，那么就意味着你做到了1到3分钟的彻底放下头脑。你会很快感到自己安静下来了，身体也随之放松下来了。随后，可能当你再有意识的时候，已经是一觉之后了，甚至是天亮了。需要注意的是，这和我们白天的一些日常练习是相反的。我们白天的练习重点是在吐气时把注意力定守在某个丹田，这是定守，是提炼觉知。而现在我们的目的是放松和敛神，离开头脑了，没有念头了，这样你自然就会很快地睡着。最后我想说的是，其实睡不着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你不接受自己睡不着，然后你由此展开了各种各样对自己的评判，各种各样对结果的联想，然后呢，又不断引发了负面的情绪。你想你睡不着的时候都在干嘛呢？你在硬睡，在那死扛，痛苦地翻来覆去，唉声叹气。你越这样就越烦躁，越焦虑，然后你就越睡不着，同时就越强化了在你的大脑里的躺在床上和痛苦的睡不着这2件事情之间的关联性。如果你能以实修的心态去面对自己的睡眠问题，不抗拒睡觉，去主动的在睡觉这件事情上去修炼自己，主动的放下头脑，那么相信我，睡眠一定不会成为你的问题。明白了吗？好了，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我们下期再见。